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今天立春了，立春后要多吃韭菜。老话说得好，正月葱，二月韭。经过一个冬天滋润的韭菜，在立春时节吃最为鲜美了。所以立春前后的韭菜被誉为开春第一鲜。那我今天就分享个韭菜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出锅皮薄馅大，连挑食的孩子都能吃上好几个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把韭菜，大约是250克左右，现在的韭菜非常便宜，2块钱就能买到这么多。我们先把黄掉、坏掉的叶子摘下来，不要了。现在的韭菜非常的鲜嫩，虽然说一年四季当中我们都能吃到韭菜，但是唯有春天的第一茬韭菜才是菜中的王。这时候的韭菜吃起来特别香，摘好的韭菜放到菜篮子里边。像这种从外面买回来的韭菜大多都是大棚种植的，打农药总是少不了的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摘好的韭菜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，搅匀后再把韭菜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给它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来看一下泡韭菜的水已经变得浑浊了许多，表面漂浮着许多黑色的杂质，说明韭菜表面的一部分杂质已经被泡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再来好好的清洗韭菜，一根一根的清洗，特别是韭菜缝里有许多的泥沙，一定要清洗干净，不然在吃的时候吃到一嘴的沙子，那感觉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。想要做出来的韭菜馅不出水，那一定要把韭菜表面的水分沥干，把韭菜放一旁晾1个小时。现在我们来和面，大碗中倒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用23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，水的温度大约是40度左右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盖上保鲜膜放一旁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的面团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小面团。全部揉好后，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防止粘连，然后把面团一个一个的放入盘中。全部放好后，在面团上再淋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防止面团粘连在一起。刷好油后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面1个小时。接着准备一把粉丝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粉丝，用筷子搅拌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粉丝烫软了。现在的韭菜已经晾干水分了，再把晾干水分的韭菜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韭菜白切下来，韭菜白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凉拌或者是炒肉吃。再把韭菜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加油可以让韭菜形成一层油膜，让韭菜保持翠绿的颜色，还可以防止韭菜出水。
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小块肥肉，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，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肥肉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把它剁得碎一些，剁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放入姜末的碗中。现在的粉丝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用手一捏就断了，说明就泡好了。再把粉丝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把粉丝切成小段，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剁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再把它放入盘中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，加小勺食盐入一个底味，加少料酒去一下蛋腥味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鸡蛋碎，全程开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，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韭菜的碗中，另起一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肥肉丁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把肥肉丁多余的油脂翻炒出来，大概需要翻炒2-3分钟左右，把肥肉丁炒至焦黄，并且炒出很多的油脂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多余的油倒出来，留一小部分的油就可以，然后把葱姜放进来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加一小把虾米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炒匀后再加2勺黄豆酱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把粉丝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炒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生抽，加2勺蚝油，再加适量的五香粉。这里就不用放盐了，因为黄豆酱含有很多的盐分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，炒香就可以关火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韭菜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韭菜馅就调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用手指按压不会回弹，说明就已经醒发好了。再把盘子里多余的油倒在面板上，用手抹匀。再取一个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这里不用擀面杖擀，用手像视频中这样给它按成一个薄一点的饼皮。醒好的面是非常有延展性的，很轻松就能把饼皮擀开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。再放上刚做好的韭菜馅，馅料我们要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饼才会皮薄馅大。我这里一共放了3勺的馅料，再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收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再给它翻一个面，用手轻轻按扁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饼坯就包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全部包好后，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往里边倒1勺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刷匀后再把饼坯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我这个锅比较小，只能一次烙4个。饼全部放完后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才会柔软，而且不会破皮。油刷好后，盖上盖子，上下火，先给它烙2分钟。2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烙制饼一面金黄，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个饼都要翻一个面，再盖上盖子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给它翻一下面，烙制饼两面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因为这个饼皮非常的薄，烙的时间不用太久，4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
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韭菜馅饼就做好了，外皮酥脆，而且非常的薄，里面的馅料鲜香适口，越吃越有滋味，馅料鲜嫩，好吃易消化。软软的韭菜饼折叠也不会破皮，掰开看一下，饼皮非常的薄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，咬上一口真的是太香了。而且用这个方法做的韭菜饼凉了也不会硬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饼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不用烫面，也不用擀面，外面都吃不到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